通过外挂眼显示的血条，我识破了黑衣人的幻术漏洞。虽然成功将诡异宏观里的嗜血毛将驱散，但是危机并没有解除。实力不详的开光镜黑衣人打算杀人灭口。有了之前的经验，我朝那数人头顶一扫，便知真假。李泽伟350点，开光镜初期，必是李家第五子，所修毒术功法残缺，毒素已入上丹田，一触即发。他身后那个年轻男人名叫李南言，180点，先天毒体毒素抗性高，玄照镜后期，李泽伟的私生子，因所修功法被李泽伟有意误导，导致经脉受损，修为再难寸进。当爹的居然故意坑害更有天赋的儿子，因为是私生子吗？哎，又是豪门私生子这种狗血剧情，真想不通为什么那么多人削尖了脑袋都想嫁入豪门，白给我也不要。这位文先生可是 A 市最大的豪门文家的实际掌门人，他爷爷跟师祖也有交情，万不得怠慢了他。他能看多久你就让他去看，不要打扰他。是，他这是进入悟道的境界，就看了祖师留下的牌匾就能顿悟，这是什么修行天才？这里是上清派的道院，因为坐落在茅山，故被世人称之为茅山派。而茅山被称为第8洞天，第一福地，是当世少见的灵气还算充裕，适合修炼的洞天福地。师祖，您怎么提前出关了？紫气缠绕，有贵人临门啊！这位先生天赋过人，100年难得一遇。6代之前的陶春镜陶掌门，在这牌匾下悟道也只花了5、6分钟，他已经在那里看了20分钟了。此刻的文君止眼里，那些笔画幻化成剑，仿佛数个顶尖高手正在比武，每一招每一式都万分精妙。他的身体也情不自禁地动了起来，空气中似有灵气聚集，一柄无形的剑慢慢在他手中凝结。以气练剑，他的悟性竟然这么高，只用半个小时就能领悟我们茅山失传的炼气剑。有人探索一辈子，却无寸功；有人只是光环一闪，亦能顿悟剑道。师祖，这个人我们一定不能放过。我虽不才，但是愿意收他为徒。你与他没有师徒缘分，他虽与我上清有缘，但是我们上清没有那个福气收他为徒。我们茅山上清派可是上清祖庭，即便到了现代，门派内也是人才济济，颇有威望，不知道多少玄术人士想要拜入。但师祖却说上清没福气收文先生为徒，而不是文先生没福气称为茅山弟子，是口误还是太过于自谦？不对，师祖不会犯这样的错误，想来定是这文先生确实有不凡之处。当虚空中的剑凝结出一柄虚虚实实的剑影，文君止抬手挥剑，展出一道几乎实质化的巨大剑气。随着剑气展出，手里的剑也快速消散隐去。文君止只感觉一阵竭力。这是本门的炼气斩，文先生不是修道之人，却巧借天地灵气铸剑，施展出一击，已经是精彩绝艳，让贫道大开眼界了。陶大师，实在是失礼了。我并非故意偷学茅山派的剑法，只是……文先生不必介意，这块牌匾乃祖师亲笔所写，放在这里已经1000多年了，也曾有几个天资聪颖之人在此悟道。若是祖师敝帚自珍，不愿意让人学了去，也就不会堂而皇之地挂出来了。你能够领悟其中的奥妙，那是你的机缘，不必为此有负担。贵派祖师的心胸令人敬佩。文先生远道而来，必是有所求，不妨明言。既然如此，我就直说了。陶大师在下命格奇特，5岁之时本应殒命，但有人用了续命之法，让我与一位同样命格奇特的女子定下婚约，用她的命数救了我一命，让我能够平安活到如今。我这次来是想问今后的活命之法。既然已与那女子定亲，以后你2人结为夫妻便可，莫非文先生想要退婚？我倒是不想退婚，但我那未婚妻想要退婚。他知道你的情况？他不知道。既然如此，为何不说与他知道？当初订婚之时，他才1岁，
他爷爷同意我俩的婚事时提了一个要求，在他25岁之前，我们不能去打扰他；25岁之后，他如果要退婚，我们也不可阻拦。何况，我希望我和他之间的感情是纯粹的，不想去用任何功利和道德绑架他，因此才来求活命之法。若是退婚也能够活，我也能坦然面对他了。陶大师捋了捋胡须，微微颔首。文先生说的也有道理，你的生辰八字给我，我来测算一下。文君只立刻报上生辰八字，陶大师闭眼掐算，脸上露出一丝困惑之色，突然脸色一变，睁眼看着文君只叹了口气。陶大师，如何？我注定要死吗？不是，阁下的八字确实很奇特。从这八字看，你的命格已经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这可是仙人的命格。什么？可你却又是个凡人，所以这八字才奇特，奇特到一个凡人根本担不起这样的命格。所以你5岁之时就该命丧黄泉。你那未婚妻的八字你带来了吗？文君只在手机上找到何小天的庚帖照，把何小天的生辰八字也报了出来。陶大师掐指一算，双眼翻白，忽地吐出一口血。大师师祖，李泽伟和他的分身挥舞着武器，慢慢朝着众人逼近。旁边的李南言似乎并不打算出手。黑狼，哪个是真的？我分不出来，他们在我的眼里一模一样。黑龙，你还能用多少？黑龙脸色苍白如纸。我最多再用一次雷部法术，哪怕多一次，只怕我都会被吸成人干。三人的目光忍不住看向何小天。何探员，我们都是玄照境，哪怕全盛时期全加起来都不够一个开光净杀。我现在有60点血，只要给我足够的时间，1点换10点，把他磨残也不是不行。只是他毕竟是开光境，手段肯定不止这点，而且刚才那口棺材也随时可能砸下来。再加上边上还有一个先天毒体的满状态玄照境后期，估计也不会坐以待毙，有什么杀手锏不好说。敌强我弱，只能智取了。要怎么做？黑蝶，你尽量帮我牵制他们。黑龙，你盯着旁边那个年轻的，不到紧要关头不要出手。黑狼，你留意下头上的棺材。三人原本有些绝望，但是看到我运筹帷幄的样子，顿时安心了不少。小姑娘，你还有最后的机会，你怎么知道赤棺的作用的？是谁告诉你的？我自己在赤棺上看到的。看到的？满嘴胡言乱语。既然你嘴硬，那叔伯就不客气了。不等分身们上前，我迈着流光拳的步伐迎面冲了上去。黑蝶接连打出锁身符，将靠前的几人捆住。我快速闪过朝我扑来的几人，冲着靠后的一个一拳砸去。他的脸上满是惊恐，我的拳头狠狠砸在了他的下巴。猜错了，去死吧！他的眼神里带着一丝嘲弄，周边的人朝我包围，利刃闪着寒光，无处可逃。